记录晚安时光，我是 Hunter， 欢迎到最新的一期开箱简评。今天我们在镜头面前一起来把玩分享的玩具呢，就是眼前这款来自新鲜猴工作室出品的 Monster Force 系列怪物力量里面的这款颅骨突击队的指挥官。整体的观感呢，跟之前聊过的限定版的颅骨突击队是差不多的，因为作为指挥官嘛，它是一个这样的单盒，然后有磁吸的开关。打开盒子之后呢，你会发现啊，这边还是有一些关于怪物力量整个世界观的故事线。这个指挥官呢，他其实怎么说呢，他算是一个简陋型的这个角色。如果你看了整体的故事的话，这边还有这个比较有意思的角色大脚怪，但这款玩具我没有去买啊，目前现货价格有点贵。后续的话呢，如果有好价，我再去看一下要不要加入到怪物力量的收藏啊。先说一下这个品牌，新小红工作室和Big Bad Toy Store 呢，其实是建立在这个玩具厂商的这个联合基础下投资所产生的这样一个品牌。这个品牌呢，目前出了好几弹的这个作品。那我第一弹呢，基本上是买齐了，但是也是陆陆续续的去更替掉了。因为我发现它一个问题，就是目前来说它的配件量是顶级，但是它的头雕和涂装呢，我觉得都属于落后老麦和孩之宝一个梯队的，就是落后一个版本的这样一个水准无论是头雕的喷印水平啊，还有一些这个小的方面以及模具的锐度呢，都是有所逊色。它仿佛让我看到了就是一个奇幻版的行动力量。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这个品牌啊？基本上是对标孩之宝 G.I. Joe 的这样一个就是小的厂商。但回到这次玩具本身啊，这一套玩具呢，我目前其实就入手了这次的这个指挥官。我只是想和之前跟大家去聊过的这个碎炉者，然后去组成一个2人小队，去加入到我的这个怪物力量军团里面。那么话不多说，开箱吧。好的，本次怪物力量碎炉者小队指挥官的全部内容物就展现在我们的面前了。首先呢，要相比起之前的限定单盒来说的话呢，这个版本其实在素体方面几乎是一模一样的，但在配件上来说的话，它缺少了非常多这种 DIY 替换的零部件。这点来说的话呢，其实主要是有2颗露脸头雕，然后去赋予了角色本身的这个属性以及它的个性化的特点。那相比起这个的话呢，就是之前跟大家去聊过的这个版本，更适合你去 DIY 成杂兵或者说小队的成员一些。两者的玩具定位是不一样的。但是如果你都是更喜欢这个碎炉者小队的头盔头的话呢，我觉得买2款拿2款其实都是差不多的，2款之间的区别并不是特别大，因为这边主要是武器上的一点点的差异，以及配了2颗这个指挥官的头雕。无论是肩膀的护甲还是一些装备，其实只有这个裤腿上的差异啊。这边是一个完整的战术裤腿，然后这边给到的是战术靴子造型，包括鞋子的模具啊，其实也是一模一样的，只是涂装上面有干扫和没有干扫的这个区别啊。整体的观感我们横向对比一下，包括呢这边的弹夹呢，在之前的这个小队成员里面也有相应的替换件，像这种小东西啊，通讯器啊，对讲机啊，也只是你个人搭配方式的不一样。然后我们看到背面，你会明显感觉到指挥官身上有非常多这种脏脏的旧化的这个痕迹，是做了一定程度的精涂，但是整体的观感我个人觉得并不是特别的理想。看到背面之后呢，小队成员有这个金色的点缀，那这边的这个卡扣部分呢，则是保持的原色，没有任何的涂装。总的来说呢，我觉得两者之间呢是有优有劣的啊，不能说是完整的一款产品比另外一款产品优秀。怎么说呢？杂兵还有这种个性化的指挥官，大家会选哪一款呢？下面留言跟我一起分享啊。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次的头雕部分，这次的盒子里面是一个比较脏旧化的这样一个头雕。这个头雕呢，明显是非常的沧桑，甚至这个肤色看不出来到底是白人还是一个偏混血的这样一个人种。白头发的这个地方呢，竖起来的感觉还是非常的干练的。整个造型方面，我觉得不讨厌，但是这个头雕呢，相比起官图渲染的这个建模图来说呢，我觉得是要丑上一些。然后我个人比较不太理解的呢，就是另外一颗头雕。这颗头雕呢，是刚才开箱的时候大家会发现，
它是装在这个盒子的外面。从涂装工艺上来说，我会觉得这一颗头要比盒子里面的头雕呢稍微看起来顺眼一些。无论是嘴唇的颜色、眼睛同色的这个涂装都有区别，而且呢，在脸部的这个字洗，用的这个颜料上面，这个灰色的这个颜料上面，它其实用的比较克制。大家会觉得这颗头雕就是原装的，在盒子里面这个头雕明显犯了一些新手在涂头去做罩染的时候的一些问题。这个漆呢不够薄，然后呢稀释的这个比例也不太对，然后导致了这种不是关节啊，就是面雕的沟壑细节处，比如说抬头纹、法令纹这类严重的积漆，显得这个人呢好像是刚从泥巴里面洗完脸之后钻出来的样子。那这颗附带在外面的这个头雕呢就明显自然很多。当然呢，它的这个糊青的部分，我觉得这个整个涂装工艺还处于非常初级的阶段，但是眼神的这个一印、伤口上面的这个高光，其实整体上的观感呢要好上许多。那么直接把这边的这个头雕换上来给大家去看一下啊。顺带看一下，你可以看到这款玩具身上的很多地方呢都显得是比较脏，套上去之后呢，在我目前这个灯光下来说，没有太多的色差，我觉得是属于一个比较能够接受的状态。换上这个头雕之后呢，我觉得顺眼太多了。相比这边有一点黄疸中毒，而且脸上很脏的头雕来说，这颗头雕明显是要好上非常多。那这款玩具的这个关节可动，我们简单来玩一下啊，平举超过90度一丢丢。蝴蝶关节没有问题，那因为都是相同的素体嘛。二头肌的这个曲肘幅度超过90度，胸腰段挺胸幅度呢大概是这么多，弯腰幅度呢有一点点。它主要是被这个战术背包或者说这个背心给遏制住了一些，限制住了一些。左右晃腰呢也有一定的这个幅度，算是和这边的 G.I. Joe 持平的一个程度。身高方面呢，也是和孩之宝特种部队系列呢完全持平。我这一只髋关节会有点松啊，打开之后呢，你会发现还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下拉髋关节。下拉之后呢，前踢呢不再有阻碍，而且大腿根部有旋转，整体的把玩还是非常紧实。弯曲膝盖之后呢，还是之前一样提到的问题啊。虽然有这个护膝作为视觉效果的这个挡肉和过渡，那你的这边膝盖的零件呢，其实应该还是涂成一个比较深的颜色，不然的话呢，白白的这个颜色一下就暴露出来了，就穿帮了，不是特别好看。靴子这边并不能进行旋转，然后脚踝部分的左右接地比较大，前后的活动范围呢也比较丝滑，你做一个标准的深蹲动作呢，其实是可以做出来的。整体的素体手感我觉得是 OK。那么花点时间把它身上的装备搭载一下，给大家看一下效果。好的，这款玩具全搭载要比之前的这个补充包或者说是限定版呢要好搭载多了，因为身上的很多配件呢都比较干练，然后同时呢也是得到了一些简化。那这边的挂包这地方做出了一定程度的区别，这边的挂包给的是插手枪的枪带，然后还有一个装位专门给这个有金属漆涂装的类似于手电筒或者说望远镜的一样的这样一个战术装备。背后呢可以插一把小匕首，有一个洞，然后背后呢还有个洞呢可以安插一些其他的零件。胸口这边腰包的2撮榴弹头，这个弹头呢其实你可以替换成这边给的2个弹夹的小口袋都是没问题的，同样的玩法。手型方面的配置呢，握拳手型一对，开掌手型和扳机手型各一对，非常的克制啊，也都是比较有用的这个手型。然后再加上一小包这个特效件，3种不同形态的火舌和一个硝烟特效件，也是 Monster Force 的常规操作了。整个可动性刚才已经玩过了。头雕方面，除了这个肉头之外，还给了一颗这边的颅骨粉碎者或者说碎颅者小队的经典头盔。那如果你有其他的这个怪物力量系列的冰人素体的话，换上去也可以形成不同的小队风格。我个人觉得呢，这个小队呢其实兼具了人类战术化的基础配置，那同时呢又加入了一点点科幻的色彩，整个观感呢是非常的 OK 的。那么像这样摆到这个镜头面前，我个人觉得还算是一个比较好看的组合吧。那不知道大家觉得这款玩具到底表现如何呢？下面留言跟我一起讨论分享吧。那我是拖延 Hunter， 下期再见，不见不散。记得关注这个频道，拜了个拜。